一拜，别再饮一杯，让回忆沉醉。醒着不老的日月，青山绿水。盘锦跨马展魑魅，风云逐我悲。看尽了排骨如堆，鸟惊飞。这一生新愁西北游荡，何去何归？错与对，是与非，命运弄谁？是云起苍蓝，曙光少年，情义拨云天。多少誓言交织恩怨，缘起又散，浮生能得几回卷？总比看离单，九死不归，壮志豪言。笑我荒难变醉一场，酩酊看着这世界。是白马银鞍，风流少年，年华作飞剑。多少失恋生死擦肩，命悬一线，亘古传说作笑谈。关心斗轮转，光阴更迭过夜云烟。一袭梦里飞雪漫天，故人问酒思当年。我回来了。姐，你不是去冰封帝国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事情做完了，自然就回来了。对了，你的小兰兰也马上回来了，他俩现在应该已经进入冰皇界了。这么说，姐姐还是出手帮忙了？并不是，都是他自己完成的。不管是取得麒麟角，还是干掉慕寒翼。云彻他能打得过慕寒翼？这小鬼头的秘密还多着呢。不仅如此，之前我还特地给了他点小惊喜，不过都被他一一化解。他还真是能一直给我惊喜呀！月神界使者，求见饮血界王。月神界，最近的怪事还真多。冰云，你去看看，皇界的人吗？30个月后，月界神王大婚，邀请姐姐你前去参加。还真是会挑时间。不过他怎么又要结婚了？云彻他们差不多要回来了，你可别告诉别人我跟着一起去冰封帝国的事情哦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弟子幸不辱命，这便是师尊要的麒麟角。不错，你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倒是师尊心系弟子安危，亲身同行保护，弟子感激不尽。以后弟子一定会更加听师尊的话。为师再教你一个道理：真正聪明的人，知道该什么时候装蠢。那个，多谢师尊心系弟子安危，暗中派人保护弟子周全。对了，师尊，刚刚弟子听到什么月神界的人来求见师尊。自己看吧。30个月后大婚？这是他第2次大婚了。不过他的上次大婚可没什么好结果。哼，此事牵扯到一个巨大的丑闻。此事要从30年前说起。30年前，突然传出了月神界王要娶妻的消息。他要娶的是一名拥有着无垢神体的女子。无垢神体？你可知何为鸿蒙之气？所谓鸿蒙之气，是混沌最原始，也是最为强大的灵气，亦是远古诸神的力量来源。而无垢神体便是体内蕴含一缕精纯的鸿蒙之气。
那不就是说，无垢神体的人拥有和上古诸神一样的身体？并非如此，无垢神体并不会对体质产生太大变化，修炼也没多少帮助，常人无法感知到鸿蒙之气。不过，如果是女子身怀无垢神体，那么生下来的孩子会拥有极高的天赋，甚至能出现异种体质。神界历史上由无垢神体所生的孩子，实力都达到了神主境。月神界王在东域找到这名有着无垢神体的女子后，便赐名她月无垢，同时广告天下，将迎娶月无垢。但在即将举办婚礼时，月无垢在外出迎接父母时发生了意外，保护她的月神使全部丧命，只留尸身，而月无垢却不知所踪。月神界王愤怒至极，将矛头指向了宿仇的星神界，引发了不少动荡。没想到的是，7年后，月无垢竟然自己回来了，只是他已经失去了元婴。失去元婴，那不就是说月神界王被谁干的？哼，月神界王比你更想知道。不过月无垢宁死不说，当年是因为他身受重伤，玄力尽失，没有气息可寻，而他主动回到月神界，也是因为玄力又忽然恢复，怕连累那个男人和孩子，才主动回去的。应该不会吧？回来后，不论月神界王如何逼问威胁，他始终都没有开口。之后便被投入牢中，一直到今天。这月无垢还真是刚烈重情的女子啊。那个，师尊，你刚刚说月神界和星神界是宿仇，是什么意思？怎么，又想到你的天杀星神了？那不是，那个，我是好奇神界的历史。少来，我还不知道你。不过我要说的事情确实和天杀星神有些关系。月神界和星神界自太古时期便有仇怨，明里暗里一直明争暗斗。月无垢于是让两界彻底撕破脸皮。他们的母亲为了不让天狼星神命丧于此，选择了自刎，而天狼星神最后也成功逃脱。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了。这就是你的过去吗，茉莉？好了，闲聊就到此为止。从明天开始，直到玄神大会，你每一天都会活在地狱之中，我保证。这……做好准备哦。让为师看一看你的极限状态，不许有任何余力。邪神界炼狱，看！同时使用金乌和冰皇吗？有点意思。
力量尚可，但最重要的触觉差得太远。触觉是什么意思啊？跟为师去一个地方，你就明白了。这是？这里名为悟觉谷，是宗里惩戒犯下大错弟子的地方。姐，赶紧下载看漫画 APP， 抢先观看吧。